簪花宴上，新科探花裴燕选中了我的芍药。皇上为我们赐了婚，我成了人人羡慕的探花夫人。她与我相敬如宾，很快我便为她生下了嫡子。可在孩子入族谱那日，我才发现族谱上的裴燕正式夫人的位置，写的却不是我的名字。裴燕，为什么族谱上你的妻子不是我，而是沈婉婉？若不是婉婉身份低微，不能入宫参选，我怎么会被迫选了你的芍药娶你为妻？被迫？我是尚书嫡女，这婚事更是皇上亲赐的婚。我心里的人自始至终只有婉婉。这3年来，我给了你正式的颜面，可族谱上的位置只能是婉婉的。那孩子呢？他可是你的亲骨肉。我允你贵妾之位，允这孩子庶长子身份。沈昭昭，你该知足。姐姐，要怪就怪你母亲当初不让我认祖归宗，不让我进沈家大门。如今这一切都是你和你母亲逼我的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新科进士进殿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出这么多汗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簪花宴，我竟回到了这一天。今日簪花宴是本宫的主意，各位贵女可去花园摘花，待花摘满一篮，宴会便正式开始。小姐，这芍药开得真好，裴探花向来最喜芍药，若她选中了，您便是京城最尊贵的探花夫人了。前世就是这朵花让我当了3年的笑话，活活气死在祠堂。裴燕，这一世我不要你了。燕郎，这朵花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沈婉婉，前世你踩着我的尸骨平步青云，这一世没了我的芍药电路，我看你还怎么恩爱。昭昭，你瞧那边那个，听说是你父亲带进宫的。你父亲江南办差得赏，皇上问他要什么，他竟然求了个名额给这个故人之女。故人之女，我看这做派怕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外室女吧？几位姐姐，子不言父之过，这本是家丑，还请几位姐姐替我遮掩些，千万别传出去。昭昭，难道他真是？母亲为了这事儿已经气得病了好几日了。他的确是父亲养在城外的外室所生，父亲疼他疼得紧，银子流水一样往外送。我这个嫡女连句重话都不敢多说。真是丢死人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参加簪花宴。昭昭，你别怕，你才是正经的沈家嫡女，她一个外室生的野种，再怎么样也越不过你去。咱们走，这种肮脏东西理他都嫌脏了咱们的眼。沈婉婉，这门槛儿你这辈子都别想跨进来。3位爱卿都未婚配，如今皇后有意赐婚，朕也凑个热闹。去吧，看看这天定的姻缘落在哪位小姐家。陛下，臣已选定。哦，这芍药开的娇艳，不知是哪位小姐所摘？裴燕，你还以为我像前世一样傻吗？陛下圣明，这只芍药是臣女所摘。这是谁家的千金？陛下，这是臣故人之女，之前臣斗胆求了恩典，允她参加簪花宴的。裴探花，这位沈小姐是位孤女，虽是姻缘天定，但她的身份终究不符贵女之礼。若你不肯，朕允你重新挑选贵女，再给她些赔偿便是。
探花郎怎么挑了她？那不是个外室女吗？探花郎要是娶个身世不明的女人做正妻，倭后咱们哪家府邸还敢请她？真是丢人现眼。裴兄，你可别糊涂啊！娶个贵女，你能少奋斗几十年。是啊，你寒窗苦读，难道要毁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孤女手里？裴燕，你从来只看重门第仕途，前世你可以让我占着妻名害我性命，这辈子我让你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。燕郎，燕郎，敲的可真亲热啊！原来这两人早就私相授受了，难怪探花郎一选一个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开设簪花宴，取的便是姻缘天定的好意头。这位姑娘虽出身微末，是父亲求了恩牒带进来的，可探花郎却在百花中精准选中了她的芍药，这若不是天定的姻缘，又是什么？陛下，何不成了这段家缘？昭昭说的极是，陛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姻缘天定啊！好一个姻缘天定！来人，传朕旨意，为3位新科进赐婚。谢皇上隆恩，谢皇后娘娘恩典。臣领旨谢恩。昭昭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芍药不是你最喜欢的花吗？你为何偏偏不摘？裴大人慎言，我为何要选芍药？大人今日得选沈婉婉，不是应该正高兴吗？你明知道我心仪的人是你，心仪我？大庭广众之下，那位沈姑娘可是亲昵的喊你燕郎呢。你们早已私定终生，难道裴大人现在想背信弃义，放弃你心爱之人？我与婉婉没有私定终生，我想娶的人是你啊，昭昭。裴大人，我与你不过几面之交，你口口声声非我不娶，你是想毁我名声吗？你胡说！在大殿里，我明明看见你摘了那朵芍药，我才去选的。摘了又如何？我想着自己现在不喜欢芍药了，顺手便扔进了水里。既然是沈婉婉摘了，那你选中了，就是天定姻缘。大人还是早些准备婚事吧。天定姻缘？他那样的出身，我若真明媒正娶了他，今后同僚会如何看我？我如何在大朝中见人？燕郎，你说什么？你竟然嫌弃我的出身？你明明说过要明媒正娶我的，你与爹爹费尽心机让我进宫，不就是为了让皇上赐婚吗？你以前口口声声说心悦我，还跟爹爹保证过会一辈子护着我，为何现在却当着姐姐的面说喜欢他？爹爹答应过我，一定会让我认祖归宗，到时候我便是以沈家嫡女的身份出嫁，我也是嫡女。嫡女？沈婉婉，白日梦做多了容易伤身，想进沈家的门，你最好先问问沈家的族谱答应不答应。夫君，夫人向来容不下我，我怕。怕什么？婉婉如今有了皇上的赐婚，便是咱们沈家的功臣。夫人，事情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当初是我不对，可如今不同了。婉婉获了皇上赐婚，要是没个像样的身份，这探花夫人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就请夫人大度些，让他们母女入府吧，这样婉婉才能以沈家女儿的身份出嫁。柳氏她懂规矩，她不求贵妾名分，哪怕只做一个姨娘，实在不行做个通房也行，她只要守在府里，给婉婉凑个出身。夫人，求您成全婉婉吧。婉婉认祖归宗，往后出人头地了，那不也是沈家的荣耀吗？沈家的荣耀？你这张脸皮是真厚。沈家的名声什么时候需要靠一个外室女去挣呢？昭昭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那是你妹妹。父亲，您是不是忘了当年您在母亲面前发过什么誓？您说绝不会将外甥和野种带进府。怎么，皇上的赏赐还没捂热，您就想带头坏了规矩？
婉婉到底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让她入府以后，你们姐妹互相扶持，沈家才能兴旺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夫人，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，只要您能让婉婉入府，给孩子一个名分，妾身愿意一死谢罪，绝不留在这儿惹夫人心烦。杏儿，杏儿，娘亲，不要啊！娘亲，你不要丢下婉婉。夫人，我娘跟了父亲10几年，名分都不要了，您竟然连一个入府的机会都不给，您就不怕传出去，全京城的人都说您善妒狠毒吗？江离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如此善妒，容不下夫君纳妾。如今柳氏养育婉婉有功，我今日非纳她入府不可。你若再敢阻拦，便是犯了7出之条，信不信我立刻休了你？沈琦，当初成婚时我就说过，柳氏想进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我与你和离。你说什么？我和离成全你们，你心爱之人可以做正室，你的外室女也可以做嫡女。你口口声声说爱他们母女，怎么事到临头反而舍不得和离了？父亲是舍不得母亲，还是舍不得我们江家的权势助理？你既想要他们母女进府享富贵，又不想放开江家这块肥肉。沈琦，天底下的便宜都让你占尽了。你少胡言乱语。2条路，要么和离，要么带着这对母女给我滚出府去。你这个善妒的疯女人，我今日定要休了你。休我？你敢写下休书，我便敢去敲登文鼓，告你一个停妻再娶。沈琦，你看到时候你这上书的乌纱帽还保不保得住？是谁要休了我江家的女儿？外祖父，舅舅，外祖父，父亲带了外室进母，还要逼母亲认下他们母女，甚至动了休妻的念头。岳父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正与夫人商量家事呢，并没有逼她，您误会了。哼，商量？你们的话我在门外都听见了。沈琦，老夫如今给你2条路：一是与我女儿和离；2是把这对母女给我赶出去，从此不许再出现在我女儿面前。夫君，您得为妾身和婉婉做主啊！岳父大人，婉婉刚被皇上赐婚给探花郎，我这做父亲的怎么能丢下她不管？况且男人3妻4妾本就寻常，怎么偏偏夫人就不许？这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江家女不容人，性子善妒。你还有脸谈规矩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你当年求娶离儿时亲手写的保证书，此生与离儿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纳妾。若为此事，离儿便可和离。如今你违约在前，便和离吧。你若不肯，老夫现在就拿着这张纸去官府，请官爷定夺。夫君，妾身在府外躲了10几年，如今终于能光明正大跟你在一起了。来人，帮大小姐和孙小姐把所有东西全部抬回江家。是。江离，就算你与我和离，昭昭也是我沈家的女儿，她姓沈，她不许跟着你离开。沈琦，你怕是忘了，和离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与你和离，我所生的子女一并随我离开，从此与你沈家再无半点瓜葛。自古以来就没有和离妇人能带走夫家骨肉的道理。你想带走昭昭，你别做梦了。别人家如何我管不着，可你当年求娶我时，亲笔写下的保证书还在我手里。你承诺此生不负，若为此事，不仅许我和离，连所生子女也随我离府。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。沈琦，你既已签了字，就别在这儿装什么慈父了。昭昭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，她姓什么，
都不能留在沈府给你那个外馆女做贱。怎么，你沈琦难不成还想把我镇国公府的外孙女硬扣在你这破地方？你沈琦一个靠着我们江家扶持才有今日的人，也配跟我们谈规矩？老爷，二小姐带着人去了听雪院，说大小姐反正都要离府了，那院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她要先搬进去住下。听雪院，那院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母亲亲手挑的，沈婉婉还真是什么都敢碰。姐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想着，姐姐既然要跟夫人回江家，这院子空着也是浪费，不如让我先住着。爹爹方才和才听了也没反对，姐姐应该不介意吧？你想住这儿？大家都是一家姐妹，姐姐总不会连个院子也舍不得吧？舍得。嬷嬷，把听学院所有东西都给我登记造册，一样不落的全部抬走。是。沈昭昭，你说什么？这院子你若喜欢，我让给你便是。只是这里头的东西，你一样都别想碰。这床是我母亲陪嫁木料打的，这屏风是外祖父从江南替我寻来的，那琉璃灯是舅舅送我的生辰礼，连你现在踩着的这块毯子也写在我母亲的嫁妆单子上。你一个出身不明的外室女，凭什么住着江家的院子，用着江家的东西，还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？昭昭，不过是一个院子，你何必如此斤斤计较？父亲说的对，不过一个院子。既然只是个院子，那父亲就让你的宝贝女儿住这空院子好了。是，来人，给我搬！沈昭昭，你连一块地毯都不给我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沈婉婉，你当初算计着抢我男人，抢我父亲，甚至想抢我沈家嫡女身份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自己过分？如今不过让你住一回空屋子就受不了了，别急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今日簪花宴没被选中，心里有气，可你何必跟家里人闹成这样？若你是为了燕郎才要走，大可不必。等你我姐妹都进了裴府，我自会跟燕郎说，求他纳你进门。那我们小姐，二小姐这梦做的可真大。虽然我是皇上赐婚的正室，你是妾，但我定会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委屈。沈婉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捡了个宝？燕郎是新科探花，前途无量，自然是宝。裴燕那样的人，也就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拿他当个宝，那种破鞋，我沈昭昭不稀罕。你既然这么想要，就安安稳稳的嫁过去，千万别后悔。你分明就是嫉妒，裴家可是书香门第，京城谁不羡慕？书香门第，是啊，规矩也香得很。听说裴老夫人最重规矩，你这出身进门，第一件事就是立规矩。立规矩又如何？我是正妻。正妻在裴家，婆婆没动筷，儿媳得在旁边站着布菜，婆婆没吃完，你连一口热汤都别想喝。快瞧瞧，沈家这吃相也太难看了，前脚刚跟江家和离，后脚就把外室接进门了。可不是嘛，那外室女沈婉婉现在满大街说自己是沈家唯一的嫡女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都给我轻点儿，这些绸缎可是要做嫁妆的。我如今是沈家唯一的嫡女，又是未来的探花夫人，东西弄坏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婉婉，如今咱们总算熬出头了，想要什么只管去定，沈家现在你说了算。沈小姐，您瞧瞧，这是按您的要求为江夫人寿辰特意定制的，这成色京城找不出第二幅。掌柜的，这头面我要了。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真巧，
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正愁没一副像样的头面压场子。姐姐反正还没婚约，应该不在乎让我吧？毕竟我可是未来的探花夫人。二小姐，这可是我们小姐给夫人订的寿礼，您这抢东西的习惯还没改掉吗？沈婉婉，你想要这副头面？我是沈家嫡女，怎么这店里还有我买不下的东西？这副头面花了我3000两银子，探花夫人既然想要，不知你现在拿得出这笔银子吗？3000两又如何？我是沈家嫡女，只要我开口，爹爹必定会答应。掌柜的，听见了吗？若这位探花夫人能拿出比3000两更高的价钱，这头面我便让了。可若是拿不出，沈婉婉，你便当众给我道个歉，如何？你这是诚心羞辱我！燕郎，你快帮帮我！我就因为喜欢这副头像，姐姐便百般刁难，她定是还记恨我抢了她的姻缘。到底是谁抢谁？这头庙是我们小姐半月前就定下的，谁像你一样见什么抢什么？昭昭，男女有别，裴大人还是称呼我沈小姐为好。姐姐，咱们好歹也是亲姐妹，何必为了副首饰抢成这样？你就让让妹妹吧。哟，这出戏可真精彩！明明是昭昭先定的头面，某些人上来就抢。这外室教出来的女儿，规矩果然不同寻常。可不是吗？当初靠着投机倒把混进簪花宴，如今一进沈家门就把正室夫人逼走。这脸皮厚的，怕是百宝阁的墙砖都没他的厚。你们闭嘴！我是皇上赐婚的探花夫人。探花夫人？那裴府成亲那日，我可不去讨这晦气。跟这种出身不明的人结交，平白降了身份，丢人现眼。我娘亲也说了，娶外室女进门的人家能是什么好门第？往后裴家的帖子，咱们还是少接为妙。够了！你先丢脸还没丢够吗？燕郎，我只是想……你想什么？这本就不是你的东西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哪还有一点贵女的样子？在大街上抢昭昭的东西，你还要不要廉耻？你为了他骂我，我可是你未来的正妻啊！正妻？沈婉婉，你原本说你父亲会扶正你母亲，让你做沈家嫡女，结果呢？沈夫人和离这么久了，你母亲被扶正了吗？你们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赖在沈府，满京城都在看笑话。我母亲说了，裴家是书香门第，若是嫡女，自然3书6礼娶进门。可若是庶女，甚至是外室女，正妻之位，你休想！燕郎，你说什么？我可是皇上赐婚于你的。哼，皇上只说赐婚，可没说给什么位分。我们裴家几代清誉，嫂嫂们更是不愿与外室女做妯娌。若沈大人一天不迎娶你娘做正室，这门婚事就再议。我可不想为了你断了我的仕途。是你，沈昭昭，一定是你嫉妒我抢了燕郎，所以你才故意勾引他，让他厌弃我，对不对？我嫉妒你？沈婉婉，你是不是脑子哭坏了？我堂堂镇国公的外孙女，放着好好的将军夫人不做，却嫉妒你一个出身不明，连进门都要看婆家脸色的外室女。沈小姐，与其在这跟我撒泼，不如赶紧回去哭求我那父亲，看看他舍不舍得为了你娘的名分，把他的尚书前程给搭下去。小姐，这二小姐看您的眼神也太吓人了，跟阴沟里的毒蛇似的。他这种人丢了这么大的脸，那是断不会罢休的。我以前倒是低估了他这股子不择手段的狠劲。小姐，
那咱们出门可得加倍小心。小姐，不对劲，后面那辆青布马车从百宝壳开始就跟着咱们，这都跟了3条街了。起初我以为是巧合，没想到跟到了白云寺。既然他想带路，那我们就去瞧瞧。小姐，万一有危险。既然他辛辛苦苦挖了坑等着，咱们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？进寺，照旧。女施主请留步，后头厢房有位夫人正在为家人祈福，听说您是镇国公府的表小姐，特请您过去说几句话。是哪位夫人？这小僧不知，那位夫人只说是您的旧识，有要事相商。旧识？我倒不知道我在白云寺还有什么需要私下密会的旧识。带路吧。小姐，门被人从外面锁死了。沈大小姐既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这屋里只有你我，咱们慢慢聊。胆大包天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又是这套心思。只要今天我在这屋里被撞见跟男人共处，哪怕我是一身清白，外头的流言也够让我死上10次了。沈大小姐果然通透，可惜这会儿明白也晚了。沈婉婉，折腾了半天，你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吗？沈大小姐，您就认命吧，这种事儿受着受着也就惯了。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的血溅当场！你疯了！既然你们想毁我名迹，我便把这条命先交代在这儿。到时候我看你们的主子拿什么去挡镇国公府的滔天大怒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算计镇国公府的人。我的手断了！说，谁指使你的？饶命，将军饶命！是裴府。是裴府来的嬷嬷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说只要坏了沈大小姐的名声，便有重赏。裴府？那不是刚跟沈家定亲的探花郎家吗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毁人名界等于杀人全家。这裴府心肠竟如此狠毒。裴燕、沈婉婉，除了你们，还真没人能想出这么下作的法子。别怕，我来了。多谢将军。把这几个畜生扭送官府，告诉金兆赵醒，这案子本将亲自盯着审。开门，让你们裴大人出来领人。这是做什么？深更半夜的，竟敢在朝廷命官门前撒野！撒野？这婆子可是你们老夫人身边的红人，她私下收了银钱，在白云寺这种佛门清净地，带着外男算计我们沈大小姐的名界。什么？裴府竟然做出这种肮脏事儿！毁人名界等于杀人全家，这探花郎家也太恶毒了。我们小姐说了，裴家若是管不好自家的人，下一次送来的便不是人，而是告到御前的状使了。谢将军，你这是？谢某听闻近日宵小之辈频频私扰沈小姐，心中实在难安。若国公爷不嫌我谢某是个只会打仗的粗人，谢某愿以正妻之礼迎娶昭昭。谢某在此保证，
这辈子绝不纳妾，绝无二心，此生唯有昭昭一人，绝不负她。将军此言当真？谢某言出必行。昭昭以前受的委屈，往后由我谢芷安替她讨回来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绝不纳妾！芷安，老夫果然没看错你。原来真的有人会把这一生一生的承诺说得这么重。婆母请用茶。只是婉婉心中好奇，今日心腹敬茶，为何不见族中的各位长辈过来认亲？皇上赐婚的礼数，裴家自然不敢怠慢，但这认亲的事儿，族中长辈最重门第规矩，你的出身摆在那里，他们不肯来认你这个宗母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什么叫不肯认我这个宗父？我不是燕郎明媒正娶回来的正妻吗？我可是皇上赐婚的探花夫人啊！燕郎，你快说话呀！你快告诉婆母，我是你的嫡妻啊！进士及3人，状元和榜眼娶的都是名门高女，偏偏你的出身不明。若让你现在就做正室夫人，今后京城的高门世家，谁还肯与裴府往来？你说什么？京城贵夫人们最讲究出身，你母亲至今仍是外室，你名义上是岳父认的女儿，可你这身份怎么算得正经嫡女？如今全京城都在等着看我裴家的笑话。你虽是以正妻之礼进的门，可母亲的意思是，族谱正室之位和中尉大权暂时都不能交给你。不能交给我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待来日你父亲扶正了你母亲，或者你自己立下德行名望，再谈入族谱的事。裴燕，我可是皇上赐婚的，你竟敢这样辱我！你信不信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殿前告你抗旨？告我儿？沈婉婉，你不如先去问问你那位好父亲，他明知道皇上赐婚，却依旧将你们母女当作外室安置，他心里何曾把你们当回事儿？娶你一个外室女进门，已是裴家顶着全京城的笑话，给了你脸面。就算你告到御前，我们裴家也不怕。等等，爹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多聘礼，您要给谁下聘？二小姐，您不是在裴府吗？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我问你，我爹去给谁下聘？我娘呢？我娘在哪儿？老爷要续弦，今日是去平阳伯府给那位庶出的新夫人下聘。您要寻柳姨娘啊？她正在偏院里待着呢。胡说八道！我娘亲是沈家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什么柳姨娘？你再敢乱嚼舌根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二小姐，这可是老爷亲口吩咐的。老爷说了，新夫人马上就要进门了，得赶紧把规矩立起来，谁也不许乱了尊卑，要把柳氏改成柳姨娘。不可能，爹明明说会反正娘亲的，他答应过我的。扶正，二小姐还不知道吧？外头言官弹劾老爷宠妾灭妻，逼走发妻。老爷要是敢把柳姨娘扶正，那这乌纱帽可就真保不住了。老爷看重仕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阳伯府的婚事一定，柳氏也就只能是个姨娘了。小姐，您听见了吗？二小姐那嗓子都快喊哑了。这是梦醒的声音。她以为占了夫人的院子就能稳坐嫡女的位置，谁成想老爷为了那身乌纱帽，转身就娶了平阳伯府的庶女。现在全府都在传，柳氏连个抬姨娘的喜宴都没有，就是老爷一句话的事。我那个父亲最爱的从来只有他的仕途，柳氏母女对他来说，有用时是心尖上的宝贝，挡路时。现在全府都管柳氏叫柳姨娘，二小姐这名分，怕是这辈子都翻不了山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名不正言不顺。他费尽心机想抢的东西，终究是一场空。走吧，这沈府也没什么好留念的了。昭昭，你听我说，外头的传言你别信。我没有娶婉婉为妻，我只是纳了她为妾而已。我当初在宫里便说过，我真正想娶的人是你。只要你点头，我便3书6礼到镇国公府下聘，风风光光迎娶你做探花夫人。昭昭，我心里的探花夫人只能是你。
裴大人口口声声说你心里的探花夫人只能是我，那前几日白云寺那一出，裴大人要怎么解释？白云寺，那是个意外。意外？裴府老夫人身边的粗使婆婆私下拿着大笔银钱，买通恶人要在佛门清净之地毁我名节，逼我去死，这也是意外。昭昭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沈婉婉那个毒妇自作主张，是她私下买通了婆子，我事先真的毫不知情啊。不知情？裴老夫人身边的贴身奴才拿着你裴府的银子行凶，跟我说你不知情。你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内宅，便是无能；若是知情却冷眼旁观，便是歹毒。我心中想嫁的良人却不是你，在簪花宴前你便与沈婉婉有了私情，还连同我的父亲让她入了宫宴，怎么就是为了选得她为妻吗？却又要贬妻为妾。昭昭，我当初鬼迷了心窍，如今我后悔了，做夫妻的人是你，我明日便叫人上门提亲，你说可好？我不会与沈婉婉共侍西服陪宴，你娶了她便不可能娶我。况且一个一边在外说爱我，一边却在内纵容家奴毁我名节的男人，我沈昭他不过一个妾室，如果你在意，我可以将他送走，送到别院或庄子上，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若你还是不放心，我回府写下放弃书，休了他也行。他与你是皇上赐婚，你敢休了他，那便是抗旨。你心心念念才娶到的人，为何不珍惜？裴大人，你与沈婉婉此生都只能紧紧绑在一处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昭昭，可是以前你明明是对我有意的啊！以前你父亲召我进神府讨论学问时，你知道我喜欢你的啊！你何必因为一场簪花宴而误了自己的终身？小姐，我明日便进宫与皇上说，我心仪之人是你，我真心要娶的人也是你。裴大人莫非以为人人都非你不嫁？如今我已有婚约，若是裴大人再如此纠缠不休、胡言乱语，让我未来的夫婿知道，必不会放过你。已有婚约？簪花宴前你未有婚约，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你便有了婚约？谁敢娶你？我的未婚妻说了，与你再无瓜葛，你听不见吗？裴探花，你的新科进士之名难道是偷来的？什么是君子之风，什么是男女有别，你统统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谢将军，你怎会在此？我与沈小姐已有婚约，沈小姐是我谢志安亲自登门求娶的夫人，不是你这种攀附权力之徒可以随意纠缠觊觎的。探花郎要是下次再敢纠缠不休，就别怪我手里的剑不客气了。谢将军，这可是沈尚书的家事，你要知道我一介武夫，可不会与你先礼后兵，下次能动手我都不和你多说一句。哼，今日没揍你，是看在沈小姐的面子上，而不是看你这个探花郎的面子。再让我瞧见一次，我废了你那双手。没事了，我扶你上车。谢将军，你今日怎么来得这么巧？外祖父说你今日回沈府拿最后的东西，我不放心，便特意过来接你。其实外祖父当初做主定下这婚事，将军若是觉得仓促，大可……昭昭，成亲娶你是我自己主动登门求来的，绝非因为国公爷的做主，更不是被迫。我此次班师回朝，本就要在京城休养1年半载。既然求娶了你，这些时日，我便天天陪着你去添置嫁妆。成亲要用的东西，咱们一样一样自己挑。昭昭，我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裴爷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刚才我都听见了，你竟然想休了我去求那个沈昭昭！我们是皇上赐婚，是圣旨，你敢休我，我今天就去敲登文鼓，我要在大殿上告你违抗圣旨，休妻发妻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刚爬上去的探花郎，离了圣旨，坏了名声，还能做得了几天？正妻，沈婉婉，你看看自己的出身，你算哪门子正妻？你父亲已经决意续弦娶平阳伯府的嫡女了，你那个外反娘如今连侧门都进不去，
不过是个低贱姨娘。你如今的名分，也就是个姨娘生的庶女，给你一个贵妾之位，已经是看在沈大人的薄面上，给了你天大的脸面。你还敢肖想裴家少夫人的位子？你当初明明承诺过，裴家的少夫人只能是名门高女，绝不能是一个外室女出身的破落户。你若能受得住这猥妾的委屈，就跟我回府老老实实当你的姨娘；若是不肯，我这便给你一纸放妾书，你爱滚哪儿滚哪儿，去另嫁你的夏天汉。裴炎，你想娶沈昭昭也配？人家是郑国公的外孙女，是谢大将军心尖上的人，你们裴家在人家眼里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窝急着往上爬的烂虫。是谁当初说对我一见倾心？是谁说沈昭昭太过死板木讷无趣，像个刻出来的木头人？你说你最厌恶她那种规矩森严的嫡女模样，你只喜欢我的鲜活。如今呢，见人家有了更好的归宿，你这背信弃义的小人又想回头去吃回头疮。裴燕，难怪沈昭昭看不起你，你真是让我也觉得恶心。打死我你也休想如愿。去告诉大少爷，礼部侍郎家的嫡女张茵小姐已经应下了，3天后的春宴让她务必打起精神，那才是咱们裴家正儿八经的少夫人人选。母亲放心，儿子明白。那沈婉婉虽是皇上赐婚，可圣旨里没写明位分，咱们裴家钻这个空子也是为了你的前程。张家嫡女若进门，谁还记得那个外房女？听说了吗？今日探花郎是来相看张家小姐的，说是要娶回去当正妻。那沈婉婉算什么？出身在那儿摆着，费尽心机进门，到头来在裴家也只能当个妾，真是笑死个人。裴家也是聪明，皇上只说成亲，没说是妻是妾。这沈婉婉啊，折腾半天，连个姨娘名头都悬，也就比她那个外债娘强点有限。什么高门嫡女，明知燕郎成了亲还要扑上来，不要脸的贱人！去办我交代你的事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有人落水了，快来人啊！那个侍卫，快跳下去救张小姐！住手！你干什么啊？谢志安，拦住他！元儿，快去叫宁远侯府失水的婆子和丫鬟过来，立刻下湖救人。所有男宾全部拦在园外，不许进园。谁敢窥视内眷名节，本小姐定不轻饶。沈昭昭，你是要眼睁睁看着张小姐性命有危险，还不让侍卫下去救人吗？你安的是什么心？天哪，这沈昭昭也太狠毒了！难道是怕张小姐真的抢了探花郎，连人命都不顾了？救人如救火，他竟然在这儿讲什么男女出现？放心，若是张家嫡女，在沈昭带得起吗？若是张小姐有个不依，沈家就等吃官司吧。这沈大小姐平时看着稳重，心肠竟如此狠毒。居心，想必张小姐便是宁愿一死，也不愿意让这样一个粗鄙之人救起来，毁了一辈子的清白和名声。乱哄哄的成什么样子，还不快快救人！张小姐别怕，我已经清了场，这里没有外男看见，都是女兵。多谢沈姐姐。夫人，今日这事并非意外，是有人从背后推我下湖的，还请夫人做主。混账东西，封了府门，给我查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府中闹事，毁我侯府的名声。说，落水声刚响你就往里冲，谁教你的？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是探花夫人，
是沈二小姐叫我救人的。她早就吩咐好了，说只要我救上人来，我就能娶了这位贵女，往后再也不用当地界侍卫了。是她让我躲在花园，说她会想办法让贵女掉进湖里，只要听到落水声就马上跳下去救人。好一个探花夫人，竟然设计出这样的毒计害我女儿！就因为我女儿今日与裴燕相看，你便要毁她一生，好狠毒的心肠！裴家若不给我们张家一个交代，我今日便直接告到狱上去！不是我是被冤枉的。夫人，奴婢有话要说。说，如有半句虚言，乱棍打死！刚才奴婢在假山后头看见探花夫人，不，看见这位沈小姐，是她让奴婢去传话，约张小姐来湖边相见的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传过话？就是你！奴婢当时还觉得奇怪，你为什么要逼着人？后来奴婢躲在花丛后面，还听见张小姐惊恐地喊了一句“别推我”，随后就是落水声。好啊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真相大白，沈婉婉，你这探花夫人的梦到头了。丢人，简直丢尽了裴家的老脸。宁远侯夫人都把话传到门口了，裴家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种羞辱。来人，把这恶妇关在祠堂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她送饭。是。裴燕治家不严，纵妻行凶，阳奉阴违。皇上赐婚，而竟敢贬妻为妾，且德行败坏，妄图另娶新妻，夺削去五品编修之职，贬至庆州边远之地，任7品县令。即日启程，非诏不得回京。这就是你要的正妻位，沈婉婉，你害得我前程尽毁，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了。裴燕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皇上赐婚的。你也配提圣旨？拿着你的放妾书，给我滚出裴家！沈大人，我家伯爷说了，沈家门风败坏，这亲我们是不敢结了，请自便吧。仕途全毁了。小姐，天大的好消息！裴家和沈家这回是彻底完了。瞧你这急样，是圣旨下来了？可不是嘛！裴燕被皇上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从5品官直接贬成了7品小县令，还是去庆州那种鸟不拉屎的边远地方。听说这辈子要是没圣旨，他连京城的城门都摸不着了。7品县令倒是抬举他，以他那种心性，到了庆州那等苦寒之地，怕是比杀了他还难受。还有那个沈婉婉，裴燕回府第一件事就是甩了他一纸放妾书，连人带包袱全给扔大街上了。现在既不是探花夫人家小姐的身份，就是个当街遭人唾弃的疯妇。费尽心机想抢我的正室位，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落下。沈婉婉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良缘。还有老爷，不，沈大人也被贬去庆州了。平阳伯府那边退亲退得可快了，说是嫌沈家门风太脏，怕沾了晦气。人必自侮而人侮之，他们只顾着往上爬，却忘了这脚底下的路。若是踩着别人的血肉铸成的，终究是要塌的。把这些糟心事都扫出去吧。往后的路，我要自己走得稳稳当当。
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个沈婉婉，她在那儿发起疯来了。她现在名分丢了，靠山塌了，除了发疯还能做什么？她披头散发的，跟个疯婆子一样跪在咱们将军府大门口呢，外面围了一大圈人，她在那儿哭天抢地，非说小姐您抢了她的姻缘，她还喊着说若不是小姐您从中作梗，她现在还是探花夫人。这话落进那些看热闹的人耳朵里，真是要把奴婢气死了。到了如今这份上，他竟还觉得是别人抢了他的命。既然他这么想见我，想在众人面前讨个公道，那就去瞧瞧。沈昭昭，你出来！你仗着国公府的事逼我退位，你抢了我的燕郎，抢了我的正妻位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沈昭昭，你终于敢出来了！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裴家不要我，爹爹被贬走，你却要嫁给镇南将军，过得风风光光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好东西都是你的？凭什么？凭你母亲是外室，凭你父亲是背信弃义的死人。沈婉婉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如今落到这一步，不是我害了你，是你自己走的每一步都在把你往地狱里推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姑娘心肠这么黑，居然还想毁人民个底线，自己把路走死了，还赖到嫡姐头上，真不要脸。你想要荣华富贵，想要正妻之位，想要人人高看，可你偏偏不肯自己去争，你只会抢。我自己走的。沈昭昭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若不是你那个狠毒的母亲死活不肯让我进门，若不是你死死霸占着嫡女的位置，我何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？明明我才是那个该嫁给探花郎受人尊崇的人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！沈昭昭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你去死吧！小姐小心！沈婉婉，你有几条命够赔？拿下，送官。放开我！你们谁敢动我？我是沈家的小姐，我是皇上赐婚的探花夫人。你们这群卑贱的奴才，快放开我！沈家小姐，探花夫人。沈婉婉，你还没醒呢。你爹早已被贬出京，如今自身难保，你那位燕郎也亲手给了你放切书。如今的你，在大家眼里，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、当街行凶的疯妇。你苦苦求了一辈子的体面，到头来，连最后一层遮羞布都没了。不是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我本来也可以是嫡女，我本来也可以做正妻的。呸！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还想当正妻？去大牢里做梦吧！就是，这种人落到这步田地，全是自找的。小姐，总算把这个祸害送走了。别让他脏了你的眼，明天就是咱们的大日子。
昭昭，今日是你大喜，谢将军的人品，母亲放心，往后你便是这京城最风光的将军夫人。小姐，不，少夫人，谢将军的迎亲队伍已经到街口了，那阵仗，半个京城的百姓都出来瞧热闹了。母亲放心，往后的路我定会走得比谁都稳。小姐，前边那2架寒酸马车正巧是老爷，不是沈大人和裴大人被贬离京的车队。他们瞧见是咱们府上的旗号，车停在那儿，像是想来跟小姐告别。昭昭，是为父，为父想最后见你一面。昭昭，当初若是……元儿，传话给谢将军，不必提。今日是我大婚的好日子，让这种晦气的人惊了叫，碰了晦气，不值得。吉时将至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，莫要冲撞了新娘子的喜气。哼！奏乐，起轿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娘子下轿。昭昭，我来接你了。所有的一切终于都过去了，沈家、裴家前世的噩梦，都留在那2条烂在泥里的马车上了。小姐，瞧奴婢这嘴，该叫少夫人了。您今日气色可真好，想必是姑爷疼人的缘故。就你嘴贫，这可不是奴婢瞎说。姑爷天不亮就出门了，临走前特意吩咐了小厨房，说怕您起得早胃里空，让人时刻温着燕窝粥，等您敬完茶回来就用。温着粥等我回来，这待遇，前世在裴家可是做梦都不敢想。少夫人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规矩重的地方，粥再暖也得有命喝。奴婢打听过了，府中谢老夫人最是看重规矩，今日族里好几位沈母也到了。怕什么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少夫人，那位穿水红衣服的，就是表小姐苏锦柔。苏锦柔就是那个仗着老夫人宠爱，自以为板上钉钉的准将军夫人。瞧瞧，这沈家的嫡女派头就是大，让咱们长辈等了这么久。出身再高，进了谢家的门，也得看谢家的脸色过日子。咱们老夫人的规矩可不是摆设。姨母莫气，表嫂想必是昨夜劳累坏了，晚些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昭昭给母亲请安，给各位长辈请安。将军常年带兵在外，这府里的规矩跟外头可不一样。昭昭，你既然进了谢家的门，往后说话做事千万要谨慎。毕竟，你从前身边那些风风雨雨的是非可不少。姨母也是为了嫂嫂好。将军府不比寻常人家，嫂嫂出身虽高，可之前的那些流言风波，
经理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表哥的名声怕是要受累。表小姐说的极是，正因为以前盯着我的人多，我才更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这名声嘛，最怕的不是旁人往身上泼脏水，而是自家人偏要张口嚼舌根，平白坏了自家的门风。谁坏了门风？我的夫人是娶回来宠着的，不是来将军府受搓磨的。芷安，我不过是教他几句规矩。昭昭的规矩自由我来教，旁的人若是闲得慌，不如先把自己那张嘴管严实了。从今日起，将军府所有中炊全由夫人一人掌管，谁若有异议，直接来找我。前世困在裴家3年，连一盏灯油都要看人脸色，这一世他竟如此护我。表哥，嫂嫂才刚进门，怕是还不熟悉府中事务。这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，中府这样大的事，万一乱了套，不如让我从旁帮着嫂嫂。帮着？我竟不知将军府的中废何时轮到一个外姓的表小姐来插手了。少夫人，您是没看见，方才表小姐回去的时候，那脸绿的像吞了只死苍蝇，奴婢瞧着，她那眼神恨不得生吞了您呢。恨便恨吧，她若安安分分缩着，我也懒得理会。可她若非要往我跟前撞，那我便教教她，这将军府的新夫人到底是谁。小姐，这么多账本，全是府里这3年的，这得看到猴年马月去啊。看账不在多，在细。将军府家大业大，又是武将门第，奴婢听闻这军中往来赏赐花销最是杂乱，正因为杂，才好藏污纳垢。少夫人，您这算账的本事，在裴家那几年，若没点本事，我早就被那些吃人的奴才啃得骨头都不剩。找出来了，厨房每月的采买比去年多出30%，炭火支出翻了1倍，连女眷院里的绸缎用度都有好几笔含糊不清。少夫人，奴婢们在将军府伺候这么闲，那可是没日没夜的操劳，从不敢有半点懈怠。不知少夫人今日叫奴婢们来，是有什么吩咐？吩咐不敢当，只是这账我有些看不明白。上个月厨房采鸡鸭须肉的花销，比前年同月足足多出了180两。这今日府里宾客多，开销自然就大了。宾客多，你倒是告诉我，将军府是突然多出了几10张嘴，还是这厨房里供了什么金贵神仙，顿顿都要吃龙肉凤酣？180两银子，够寻常人家吃上10年了。账房先生，今年的炭火支出比往年翻了1倍，这也是因为宾客多。少夫人有所不知，今年冬日冷得早，这府里深宅大院的炭火难飞费一些。是吗？可我今日派人去西街查过，今年京城的炭价比去年还低了2成，价低了，树高了，银子却反而给的更多了。怎么，先生是把将军府的库房当成自家的银匣子了？想写多少就写多少。嫂嫂才刚进门，何必动这样大的气？嫂嫂，这些可都是府里的老人了，平日里伺候姨母也算尽心。
表姑娘消息倒是灵通。嫂嫂莫怪我多嘴，你才刚掌家钟会，若此时就大动干戈，这事儿传到外头，旁人怕是要说嫂嫂性子骄纵，容不下谢家的老臣。凡事总得讲个情面，若为了一点银钱寒了老奴们的心，往后谁还敢尽心办事呢？这表小姐可真会装，明摆着是在给小姐扣刻薄的帽子。表小姐这话有意思，正因为是府里的老人，才更该懂规矩。若仗着资格老，就能在这将军府里中饱私囊，欺上瞒下，那这将军府养的到底是忠心耿耿的老人，还是掏空家子的蛀虫？嫂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账本在这里，窟窿也在这里，你们若认了，便按府规处置；若不认，我这便让人把账册送去京兆府，请外头的大人们来替将军府查一查，看看究竟是谁敢在镇南将军的眼皮子底下偷主家的银子。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奴婢一时糊涂，贪了些小便宜，可不敢真去见官啊！夫人饶命！奴婢们招了，奴婢们招了，奴婢们都招了，奴婢们招了。既然认了，那便好办。厨房管事杖责20，赶出府去；采买婆子直接发卖。账房先生革职查办，此生不得再进将军府半步。嫂嫂，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？他们毕竟在府里伺候多年。重。表小姐既然这样心疼，不如你替他们把贪走的银子全数补上。既然舍不得出银子，那表小姐完后若得了空，不如多抄几卷佛经陪老夫人说话。将军府的中贵，我既接了手，便不劳外人费心了。嫂嫂说的是我多嘴了。拖下去。少夫人，您瞧表小姐那脸，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可真解气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将军府该换空气了。少夫人，您方才可真厉害，那表小姐被您堵得脸都青了，活像生吞了一只苍蝇。奴婢在后头看着，别提多痛快了。这不过才是开始。将军府这种地方，若我第一天不把威立起来，往后只会有更多人蹬鼻子上脸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少夫人，老夫人这怕是坐不住了，要替那些人出头呢。既然他坐不住，那我便去瞧瞧。母亲唤我来，可是有事？芷安刚把中税交到你手里，你便发卖老人杖责管事，未免太不知轻重了些。母亲若是因为那几个奴才的事，我倒想问一句，将军府养着他们，是为了让他们偷主家的银子，还是为了让他们伺候主子的？那些人再有错，也是伺候府里多年的老人。你这样雷厉风行，是想做给谁看？嫂嫂别误会，姨母也是心疼你。你初来乍到，若把人都得罪光了，往后这府里上下谁还敢真心服你？不如这样，钟会先由我帮着分担一阵，等嫂嫂熟悉了再慢慢接手，也免得太累着你。这算盘打得真响，既显得他懂事，又暗指我能力不足，担不起奴之位。我的夫人，何时轮得到旁人来分担？我方才已经看过了，昭昭查出来的账，没有一笔是冤枉人的。母亲若心疼这些蛀虫，不如明日我把军中的账册也一并送来，看看是不是也该让表妹替我去管一管。芷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表哥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怕嫂嫂累着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与我无关。但我只说一遍，将军府的女主人是昭昭，往后谁若再敢越过她身手，我不介意亲自把那只手剁了。原来被人毫不迟疑地护在身后，是这种滋味。早上不是说敬完茶回来便有燕王粥，怎么耽搁到现在？处理了几个不知规矩的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？
自然来得及。不必担心，以后凡事有我。少夫人，您瞧，自打那日查完账后，这府里的人看您的眼神全变了，连老夫人院里那几个平日里鼻孔朝天的嬷嬷，现在见着您都赶忙低头。这高门大院里未必求得到真心，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怕。那是，他们现在回话可是一个字都不敢含糊。怕本就是福气的一种。小姐不好了，表小姐闯进将军书房了。2更天了，她进去多久了？刚进去没一会儿，奴婢听外头守着的丫鬟说，表小姐穿的单薄得很，手里还端着碗醒酒汤，摆明了没安好心。看来前几次的教训，她还是没吃够。表哥，您就听锦柔一句吧。表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嫂嫂，可我这些年陪着姨母，难道连一点情分都没有吗？把汤放下，滚出去！表哥，我不信你对我半点情谊都没有。说不是沈昭昭突然嫁进来，如今站在你身边的人，原本该是我。原本该是你？谁给你的错觉？我早说过，你只是寄居府中的表妹，你若安分，谢家自会养你。可你若以为仗着老夫人就能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那你便是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想要了。表哥，我只是想给你送碗汤。送汤？表小姐深更半夜穿成这样来送汤，这汤送的倒真别致。嫂嫂，你误会了，我竟不知道将军府什么时候行起了这样的规矩。未出阁的姑娘深夜穿着寝衣闯进兄长书房，若这事儿传出去，不知旁人是会夸表小姐痴情呢，还是该叹一句苏家家教与众不同。嫂嫂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看表哥辛劳。你只是什么，与我无关。表小姐既然这样舍不得将军府，甚至不惜深夜穿成这样来送汤，那不如我便做主送你去苏家庙住上几年，日日抄经念佛，也好静一静你这不安分的心。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才刚进门，凭什么送我去家庙？凭我是皇上亲封谢之安亲选的将军夫人，也凭你今晚的确把苏家的脸都丢到我面前来了。表哥，你说话呀！你难道真要敢这么欺负我吗？来人，送表小姐回房。明日一早，收拾东西送去苏家家庙。没有本将的允许，终生不准她再踏进京城半步。表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去家庙，我不去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。喜欢？我的床榻除了昭昭，谁靠近我都嫌脏。拖下去。怎么自己过来了？这种脏事原不该让你看见。我若不过来，岂不是看不见将军刚才那样大的威风？生气了？倒没有，不过是觉得有些人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都到这一步了，还做着将军府府人的梦。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昭昭，你记着，我谢之安此生只会有你一个妻子，谁敢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塞进你我之间，不用你出手，我先替你清理干净。将军可记好了，今日的话若有一日做不到，我也是会走的。你不会有这个机会。许是夜里凉，站久了。昭昭，元儿，传太医，快！如何？
恭喜将军，恭喜夫人！夫人这脉象，极像是喜脉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夫人确实有孕了，只是月份尚浅，脉象还有些不稳，臣不敢十分定准，还需静养几日复诊。小姐，少夫人，太好了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你是说，昭昭肚子里有了我们的孩子？昭昭，你先别动，别乱动，好好坐着。不，你快躺下。太医，该用什么药，该怎么静养，你一一写下来。若出半点差池，本将绝不轻饶。将军，太医不过是说疑似有孕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我自然紧张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昭昭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。是啊，我们的孩子。治安，你瞧，这一世的月色好像比前世都要亮。以后每一年的月色，我都会陪你看。恭喜将军，贺喜夫人！夫人确是喜脉无疑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小主子终于来了。好孩子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，母亲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母亲，让您收亏跑这一趟。重赏太医，全院下人赏银3个月。谢将军厚赏。将军，我只是怀了身孕，又不是成了瓷娃娃，你这挪来挪去的，我都要眼晕了。太医说了要静养，你坐得高些，呼吸才顺畅。少夫人，您就随姑爷去吧。现在在姑爷眼里，您就像那稀世珍宝，奴婢瞧着，他是连路都不舍得让您多走2步呢。传皇后娘娘口谕，沈夫人有喜，特赐西海珍珠、天山熏雪莲及绸缎白匹，愿夫人母子平安。少夫人您瞧，这一上午，光是京中命妇们递进来的问安帖子，都快把咱家门槛踩破了。从前那些背后议论您的，现在倒是一个个比谁跑得都快。人情冷暖从来如此，他们巴结的不是我，而是将军府的未来。那也说明他们现在不敢轻视您了。往后这京城里，谁见了您不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将军夫人？将军夫人，如今我不争不抢，一切都来了。小姐，少夫人，外头刚传来的新鲜消息，那沈家和裴家可是遭了大报应了。说吧，又闹出什么动静了？那个沈婉婉被关进大牢后，成日里又哭又闹，疯疯癫癫的喊自己是沈家大小姐，是探花夫人。前儿个叫牢头当众劝了几口，竟真疯了。还有那个裴燕，听说她在被押去庆州的路上大病了一场，现在就剩下一口气，半死不活的躺在破车里，哪里还见半分当年探花郎的风采？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最惨的还是沈大人，不是沈琦。听说他一路上悔青了刀子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夫人和您的名字。是吗？念叨我们做什么？想必是后悔了呗。晚了。有些错，做下时不过一念之间，可赔上的却是一辈子。小姐，奴婢还以为您听了这些大快人心的事，会高兴的笑出声呢。高兴自然是有的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些名字，心里竟也没多大波澜了。他们是苦是疯，是生是死，都与我无关了。那是自然。小姐如今有将军护着，又有小主子在身侧，何必把那些烂人放在心上？今日可有哪里不舒服？孩子乖不乖？没有，都好。太医说了，再过些时日，脉象变稳了。昭昭，这一世我会护好你，也护好我们的孩子。好。